爸妈，你们先进去坐着歇一会儿，婚礼马上就开始，外面风大，别着凉了。小陈，你白天跑外卖，晚上做代驾，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为了攒钱买房凑彩礼。若雪这孩子有时候任性，能这么包容他，我们当父母的打心眼里感激你。爸妈，你们别这么说，若雪跟了我没能给她大富大贵的生活，已经觉得亏欠了。房子写的是他们，彩礼也是我该给的，只要能让她幸福，我再苦再累都值得。好女婿，若雪交给你，我放100个心。对了，你爸妈他们，我打过电话了，但是他们来不来还没给我准信儿。没事儿，孩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来不来都是长辈的事儿。你们小两口把日子过好就行。对，别想那么多，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要高高兴兴的。爸妈，那你们先进去坐，我在这儿再迎客人。若雪，今天过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若雪，你今天可真漂亮，凌云那小子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甜甜，你别瞎说，凌云对我也挺好的。好什么好啊？就给你18.8万的彩礼，已经不少了吧？若雪，你可长点心吧！我公司那同事小张长得没你一半好看，人家彩礼拿了36万，还有个亲戚初中都没毕业，彩礼都28万起步。你堂堂一个大学生就要这么点儿？可是他说这是他全部积蓄了，房子也写的是我的名字。全部积蓄，谁知道呢？我跟你说，男人都这样，嘴上说爱你，真到了掏钱的时候就抠抠搜搜。你信不信？你今天要是这么便宜嫁给他，以后你在家里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若雪，我是你最好的闺蜜，我还能害你吗？我告诉你，婚礼上一定要给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你不是好糊弄的，要不然以后别说奶茶了，他连杯白开水都舍不得给你买。那怎么做啊？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毕竟那么多人看着。过什么分？你是新娘，你最大，就该让他当众表忠心，让他知道娶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你放心，到时候我帮你开口，你就站旁边不说话就行，这叫调教，懂不懂？好，甜甜，我听你的。这就对了，放心吧，有我在，以后保证让你在家说一不二。苏总，今天用哪辆车？劳斯莱斯刚保养过，要不换一个？太张扬了。苏总，您究竟去参加谁的婚礼啊？一个老同学，一个我暗恋了5年的人。您说什么？什么样的男人能让堂堂苏氏集团总裁暗恋？就这辆吧，低调点儿。苏总，这辆车落地才800万，算是您所有车里最便宜的，确实最低调了。凌云，默默喜欢你5年，今天亲眼见证你的幸福，就算了却我最后一种希望。哎呦，你们快看，那是谁呀？这气质，这身材，明星吧？等等，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各位同学，好久不见。我的天，还真是你，咱们的大校花苏慕言。慕言，你现在是做什么的？这气场绝了。随便做点小生意。凌云在哪儿？慕言，你来了。老同学一场，当然不能错过你的大日子。这些年过得还好吗？挺好的，你呢？听说你出国深造了。回来了，接手家里一点事情。凌云，如果有什么困难，我没事儿，真的。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若雪马上就是我老婆了。各位来宾，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安静。来了，新郎要上台了。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官凌云闪亮登场。等会儿你可别动摇。可是凌云真的对我很好。好？拿什么好？感动能当饭吃啊？若雪，你清醒点，结婚是要过日子的，没钱你喝西北风啊？一会儿必须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拿出20万，拿不出来，这婚不结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是不是傻？这是给他立规矩，以后你们过日子，财政大权必须在你手里，不然他在外面养小三儿你都不知道。若雪，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马上要进场了。是啊，闺女，新郎都等急了。知道了，知道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凌云懂事又肯吃苦，你嫁给他肯定很幸福。这时候可千万别耍性子。江叔叔，您这话说的，赶紧入场吧。请新娘父亲将新娘交到新郎手中。晨啊，从今天起，若雪就是你媳妇儿了。爸，您放心，我凌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让若雪受半点委屈。好孩子，好好过日子，爸相信你。新郎，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想对新娘说的吗？若雪，这3年我知道你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以前我总说等我有钱了，一定给你办一场最风光的婚礼。虽然还是差了点，但这是我的全部了。说得好，下面让我们你干什么？我有话要说。甜甜，你这是……各位来宾，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咱们的新郎官儿。伴娘抢话筒，头一回见。凌云，我问你，你爸妈呢？怎么没来啊？他们有事。有事儿？什么事儿能比儿子结婚还重要？你是不是根本就没告诉他们？还是说你压根儿就跟家里闹翻了？甜甜，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都你能不能……我这是为了若雪好，连自己爸妈都不认的人，能对老婆好到哪儿去？是啊，这新郎也太不像话了吧！连爸妈都不来，肯定有问题。你爸妈不来，但他们的改口费得给吧？你今天带了吗？也不用太多，每人10万。什么？改口费就是走个形式而已，爹妈每人10万，那就是20万啊，也太多了，听都没听过。凌云，你什么意思？不给改口费？你这是不让若雪进你们林家的门，不想让若雪喊你爸妈叫爸妈？这个我……你什么你？该不会没准备吧？我准备了，可是才2000，这么少？凌云，你们林家就给我2000块钱改口费。若雪，你知道的，我真的把钱都用在婚礼上了，你能不能先……凌云，2000块钱改口费，你打发叫花子呢？凌云，你可真行啊！爸妈不仅不来，就给2000改口费，你还有脸站在这儿结婚？甜甜，你干什么？今天可是我和若雪的大喜日子，能不能别闹了？我闹？我这是为了若雪讨个公道。你知不知道人家顾汉嫁给你图什么？我知道我现在条件不好，但我会努力的。努力？你拿什么努力？你送外卖1个月赚几千块钱，怎么保证以后给若雪幸福？刘甜甜，你够了！若雪，别任性了，咱们今天先结完婚再说，行吗？你少发脾气，林云，我告诉你，今天这婚要想结，必须给20万改口费。什么？这不诚心为难人吗？是啊，若雪，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只是验证一下你对我的心意。心意？若雪，这些年来我豁出命挣钱就是为了娶你。少跟我打感情牌，凌云，你就说这20万你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我所有的钱都买房办婚礼了，这个节骨眼上我到哪去弄这么多现金？算我求你，给我留点面子。面子？你也配谈面子？你看看你这身破西装，地摊货吧，
你再看看你这婚礼，寒酸的我都替你丢人。我告诉你，凌云，若雪跟了你3年，你给她买过一杯奶茶吗？你给她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吗？你就是个抠门的穷酸货！你什么你？拿不出钱就别在这儿装大尾巴狼。今天这婚，你要是拿不出20万，就别想结，听见没有？若雪，3年了，我以为你了解我，我是真的拿不出来了。就算你想要这么多改口费，至少先说一声，也好让我提前准备。看见没有，新娘都不说话了，你还有脸站在这儿？对不起，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对不起有什么用？凌云，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连自己老婆都养不起，还结什么婚？像你这种人啊，就该好好清醒清醒。你要干什么？我让你清醒！你这西装上的茶字配你这身行头，还挺般配的呢。刘甜甜，你干什么？马上给我滚！这是我女儿的婚礼，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江叔叔，您先别生气，我这是在帮若雪把关呢，免得她嫁给一个连20万都拿不出来的。你闭嘴！若雪，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她走！爸，甜甜没有错。你说什么？甜甜说的对，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凌云，你听着，今天你要是真心想娶我，就把改口费拿出来，20万，1分都不能少。若雪，这是我们的婚礼。婚礼怎么了？婚礼就不能谈钱了？凌云，我跟了你3年，吃了多少苦，心里没数吗？现在就问你一句话，这钱你到底给不给？这些年我真是把你惯坏了，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给人看的呀。若雪，那可是20万啊！你让小陈到哪去弄这么多钱？爸妈，你们别管。凌云，我最后问你一次，钱呢？3年，整整3年，我到底在坚持什么？哟，这是哑巴了，装可怜啊！我告诉你，凌云，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这笔钱，那就是你态度有问题，就是你根本不爱若雪。甜甜说的没错，凌云，你要是真爱我，这点考验都过不了。考验？对，考验。你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凭什么让我嫁给你？若雪，别叫得这么亲热，先把钱的事说清楚。若雪，你让你的闺蜜在我的婚礼上拿水泼我的脸，这就是你给我的考验。3年前，你说想吃海鲜，我连着跑了一个通宵的单，就为了给你买那只帝王蟹。2年前，你说羡慕别人的包，我1个月只吃泡面，把工资全给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还不是拿不出钱。现在你告诉我，这就是考验。少在这儿煽情，眼泪能当钱花吗？凌云，我现在就给你指条明路。什么路？看见了吗？这一桌一桌的都是你的亲戚朋友吧？去，挨个桌子借够20万再回来。你说什么？怎么耳朵也聋了？我说去借钱啊！你不是挺能跑腿的吗？跑外卖的时候不是挺麻利的吗？现在怎么腿软了？甜甜，这样是不是有点什么？若雪，你心软可不行。你看看他这副德行，要是现在不逼他一把，以后日子还过得下去吗？若雪，你也是这么想的？凌云，甜甜说的也没错，你要是真有本事，借个10万8万的能有多难？在婚礼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去借钱，怎么了？你不是说爱我吗？这点事都做不到，还谈什么爱？好一个爱！少废话，去不去？不去的话，这婚就别结了。若雪，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要我这么做？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本事就别在这发火，有本事就去把钱借来。3年，你又来了，能不能别老提这3年？3年怎么了？我还陪了你3年的苦日子呢。既然你们觉得钱比真心重要，你干什么？那这婚我不结了。林云，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说不结就不结？林云，从现在开始，我和你再无瓜葛。看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男人都是一个德行，若雪这还没怎么呢，你就敢跟他甩脸色啊？凌云，你装什么硬骨头啊？不结就不结，离了若雪，你这种穷光蛋，这辈子都只能打光棍。看见没有？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新郎，说不结就不结，一点担当都没有。凌云，我和甜甜只是简单的考验你一下，你还发脾气，竟然让我当众下不来台。你以为没了你我就嫁不出去了？告诉你，追我的能从这条街排到街尾。就是，若雪这个条件，随便挑一个都比你强100倍。上个月还有一个开奔驰的公子哥追我呢，人家一出手就是88万彩礼。那你怎么不嫁？我那是念着跟你的3年情分，现在看来，我真是瞎了眼。若雪，你就是太善良了，这种男人根本配不上你。逆女啊！你快给我闭嘴！真是作孽呀！好好的婚礼呀！爸妈，你们别管。凌云，不结婚你吓唬谁？好，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酒店。叔叔，阿姨，对不起，不是我不想结，是我实在娶不起您这个千金大小姐。小陈，你等等！若雪，你要任性到什么时候？还不快点向小陈认错，非要把婚事闹黄不可！爸，我任性，我要改口非有什么错？这种小考验他都承受不起，我还怎么放心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给他？你混账！江叔叔，算了，到了这一步，婚礼已经没有必要举行了。孩子啊，哟，现在知道娶不起了，早干嘛去了？凌云，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志气，这点考验就要退缩了。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大门，将来就算跪下求我，我也不会再嫁给你。这就是我用3年青春换来的一场笑话。够了，真的够了。凌云，你护不住的尊严，今天我苏慕言来替你守。凌云，你就是个笑话，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不结就不结，凌云，你可别后悔。没有我江若雪，你连条狗都不如。你就是个没人要的窝囊废。够了！慕言，哟，这是谁啊？也想来看笑话？让开！你凭什么？我说让开！你想干什么？各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是谁啊？这是我的婚礼，你算老几？你的婚礼，刚才不是已经退婚了吗？关你什么事？凌云，慕言，你这是……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可能不认识我，但没关系，你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什么事？我不要彩礼，不要房子车子，我苏慕言只要凌云这个人。
你疯了吧？这哪来的疯子？酒店的保安呢？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我算什么东西？我算一个从大学就暗恋他的傻女人。慕言，你凌云，你知道吗？5年了。什么？整整5年，我一直默默喜欢着你，我从没想过要打扰你，只盼着你能过得幸福就好。可是今天，我看着你站在自己精心筹备的婚礼上，被人侮辱，被人泼水，被人把真心踩在我手部，你还干什么？他江若雪嫌穷，我不嫌；他江若雪不嫁，我嫁。凌云，跟我结婚，好吗？慕言，我不需要你有钱，不需要你有房有车，我只需要你好好的，活得像个人样。凌云，还记得大学那年的篮球赛吗？你抢到最后一个球，绝杀全场。那是我第一次见你，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心动是这种感觉。后来我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我告诉自己没关系，只要你幸福就好。可是凌云，我看到的不是幸福，是折磨。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若雪对凌云好着呢。好，把他当提款机叫好，在婚礼上泼他水叫好。你闭嘴！凌云，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愿意娶我吗？凌云，你可想清楚了，这女的一看就是没人要，嫁不出去了才来找你这个备胎。小陈，你先别冲动，若雪是被人挑唆的，她心里还是有你的。若父求你了，再给她一次机会。若雪，你还不赶紧给凌云道歉？这么好的女婿上哪找去？快说句话！爸妈，你们别拉我！凌云，我告诉你，刚才的事儿我可以不跟你计较，只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个女的赶走，然后跟我道歉，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继续把婚礼办完。你真是无可救药！慕言，你不用有负担，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但是凌云，我是真的。好，我愿意。太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什么？慕言，谢谢你。傻瓜，你这个渣男！你们这对狗男女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是不是？故意在婚礼上给我难堪！你嘴巴放干净点，我说错了吗？你们肯定早就偷偷在一起了。凌云这个伪君子，嘴上说爱我，背地里却和别的女人鬼混。江若雪，你闹够了没有？你还有脸叫我名字？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这3年的付出吗？就是，凌云你个渣男，脚踏2条船，不要脸！付出？你付出了什么？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要打我，为了这个狐狸精！江若雪，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我们2个已经完了。若雪，咱们不跟这渣男一般见识。一个没人要的老姑娘，捡别人不要的垃圾，还真当自己捡到宝了？你看看你这身破礼服，地摊货吧，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还有脸站在这儿？苏慕言，你跟着他以后连个名牌包都背不上，只能挤出租，吃路边摊。甜甜说的对，苏慕言你眼瞎了吧？捡个穷鬼还当宝，以后有你的苦日子过。说完了吗？怎么，说几句就受不了了？我苏慕言选的人，还轮不到你们智慧。我能给他的，是你们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底气。底气就凭你，你算老几啊？就是装什么大尾巴狼！你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能有什么底气？慕言，放心。哟，这是要叫人啊？叫啊！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什么人！装模作样，我看你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张秘书，是我，现在立刻苏氏集团负资产文件和我名下所有资产证明赶到喜来登酒店婚礼现场。10分钟之内，我要看到人。
牛不打草稿，我倒要看看10分钟后你怎么圆场。等10分钟。好，我就等你10分钟，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装，继续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1分钟了，还有9分钟，我倒要看看你叫的人在哪儿。装腔作势，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小姐了？这苏慕言到底什么来头？不清楚，或许是吹牛呢。苏氏集团听都没听过，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在这演霸道女总裁呢？慕言，你相信我。若雪，你看看这俩人多能演，一个装深情，一个装有钱，绝配！我看他能演到什么时候？等10分钟一到，什么都没发生，看他们怎么下台。还有5分钟。我看这事儿悬，哪有这么巧的事儿5分钟了，你的保镖呢？你的资产证明呢？该不会还在打印店里吧？装什么清高？等会儿露馅了，我看你脸往哪儿得！老林，你真的不去吗？今天是儿子大喜的日子，他虽然当年离家出走，可到底是咱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他给家里打过电话了，你没接，他心里还是有咱们的，你就非要端着这个架子，让孩子寒心一辈子吗？他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当年我给他安排的好好的，可非要为了那个女的跟我断绝关系。那都过去3年了，儿子在外面吃苦受累，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跑外卖做代驾，就为了攒钱娶媳妇儿。你是当爹的，真能狠下心。我不管你去不去，反正我要去。我不能让我儿子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等等，让管家备车。真的？管家，准备车，马上出发。老爷，市中心那套独栋别墅，钥匙带上。刚买的那辆劳斯莱斯幻影开出来。还有，让律师准备好股权转账书，凌氏集团30%的股份转到我儿子名下。老爷，30%，那可是……我的话没听见？还有，准备1个亿现金，现在就从银行调。是，我马上去办。老林，我就知道你心软。别说了，走吧，再晚就赶不上婚礼了。10分钟到了，人呢？你的保镖呢？你的资产证明呢？我就说嘛，装腔作势，吹牛谁不会？果然是假的。这姑娘也太能演了。苏大小姐，你的10分钟呢？你的底气呢？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慕言，要不
再等等，马上就到。听见没有？还等呢？等什么？等人从天上掉下来吗？凌云，你看看你找的这是什么人？跟你一样，满嘴跑风车。超时了哦，苏总，你编的这个我是不是该圆一下？苏总，你要的文件和资产证明全部带到。辛苦了，退下吧。各位，请允许我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苏慕言，苏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苏氏集团市值300亿。苏氏集团就是那个做地产和科技的苏氏。我查到了，真的是苏家，市值370亿。我名下有10套房产，都在国内1线城市，有35辆豪车，存款数十亿。凌云，只要你愿意，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可以转到你的名下。我不要你1分钱彩礼，我只想你做我的丈夫。天哪，凌云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人家这叫真爱，你没看见吗？这姑娘暗恋了他好几年。深藏不露啊！当年他可是低调的不能再低调了。凌云这下真是捡到宝了。慕言，你不用说话，见着我的手就好。有钱又怎么样？有钱又怎么样？他凌云还不是个吃软饭的！靠着女人上位算什么？算什么本事？那又怎样？他还不是个吃软饭的！靠着女人上位算什么男人？就是一个连父母都不要的废物，就算娶了女总裁，也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你们看看他，凌云就是个软骨头，靠女人撑腰，根本不配做男人。还有你，苏慕言，你肯定是被他骗了。等他花光你的钱，迟早把你甩了。这刘全淼也太恶毒了吧！就是人家招他惹他了。凌云，你就是个骗子！当年骗我说你是潜力股，现在又骗人家女总裁，你根本没本事！你们别理他们。我苏慕言心甘情愿给他撑腰，他的人品比你们高上100倍，他的潜力我比谁都清楚。倒是你们靠着刁难别人彰显自己，才是最可悲的废物。说得好，这俩女的太过分了！你。
凌云，怎么了？妈，我是凌云的父亲，凌氏集团董事长。凌氏集团，那个做能源和地产的凌氏，是值几百亿的那个！我的天！我儿子不是吃软饭的窝囊废。今天我给我儿子准备了新婚礼物，市中心独栋别墅一套，价值8000万；限量版劳斯莱斯幻影一辆，价值1200万；凌氏集团30%的股份，价值40个亿。还有现金1个亿，作为我儿媳妇的改口费。怎么？这怎么可能？不是真的，不可能！什么凌云？凌云他竟然……儿子，爸来晚了。好孩子，委屈你了。重新结婚，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凌云，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嘴贱，是我挑拨离间。你大人大量，饶了我吧。凌云，我们3年的感情你就一点都不念吗？我是爱你的，我真的爱你。爱我？你爱的是我的钱吧？不对，你爱的是我没能拿出来的那20万。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凌云，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啊！当初我掏心掏肺对你的时候，你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现在我什么都有了，你又回来求我，晚了。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你怪我。怪我惯坏了他，作孽呀！爸妈，爸妈，对不起，我错了。傻孩子，快起来！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跪什么跪？当年我不听你们的话，离家出走，让你们操心了3年，我不是个好儿子。傻孩子，父母怎么会怪你呢？只要你过得好，我们就放心了。回来就好，你就好，从今往后别再跑了。好孩子，委屈你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阿姨，还叫阿姨？妈。继续，婚礼还没办完。好，请新郎新娘站好位置。在座的各位来宾，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对新人。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李成送入洞房。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真不要脸，还有脸待在这儿？赶紧走吧，别脏了人家的婚礼。走，还嫌不够丢人吗？闺女，走吧，别闹了。我不走，凌云，凌云，你回来，我错了。我操，这视频发出去绝对爆炸！我已经发了，热搜预定。视频已经传疯了，这么快？热搜第一了，全网都在转。你看这条，这对新人太解气了，渣女和恶闺蜜活该。还有这条，18万彩礼嫌少，人家女总裁1个亿改口费教做人。别看了，越看越生气。我不气，我只是觉得恶人终于有了恶报。苏总，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经破3亿了，江若雪和刘美的个人信息被人扒了出来，现在全网都在骂他们。知道了，不用关注这些，让公关部不要回应，冷处理。明白。慕言，谢谢你。谢什么？谢你今天替我撑腰。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慕言啊，今天真是委屈你了，那么大的场面，你一个女孩子。妈，不委屈，我等这一天等了5年了。好孩子，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林云要是敢欺负你，你跟妈说，妈收拾他。妈，我哪敢欺负他？你知道就好。爸妈，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什么事儿？你说。今天的婚礼太仓促了，也太混乱了。我想为凌云补办一场真正的婚礼，不要那么寒酸，不要那么委屈。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凌云娶我苏慕言是光明正大的，是风风光光的。慕言，不用。用的，你值得最好的。好，太好了，慕言，你真是太懂事了。应该的，苏家和我们凌家结亲不能草率，这件事儿我来安排。谢谢爸。谢什么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慕言，你放心，妈一定给你办一场全城最盛大的婚礼。感谢各位来宾，今天是我儿子凌云和儿媳苏慕言的大喜之日。借此机会，我正式宣布，凌云即日起回归凌氏集团，出任副总裁，全面参与集团管理。我是苏慕言的父亲，首先祝福两个孩子，其次，我代表苏氏集团宣布，即日起与凌氏集团展开全面社会合作，携手共进，共创辉煌。谢谢你，慕言。是我谢谢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凭什么？凭什么他可以？那个人应该是我的，是我的。喂，若雪，你看到直播了吗？他们居然真的办婚礼了，气死我了！看到了，甜甜，我受不了了，凭什么他苏慕言什么都有？凌云本来是我的。你冷静点，听我说，我不甘心，我死都不甘心。不甘心又能怎么样？现在我们连门都不敢出，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凌云那个窝囊废根本配不上苏慕言，苏慕言也迟早会后悔的。可是什么？你难道就这么认输了？若雪，你甘心吗？我不甘心。那就听我的，我有个计划。今天正式宣布，林云入职凌氏集团，从基层管培生做起，轮岗期间不搞特殊化，不设独立办公室，不配专车，所有考核标准与其他管培生一致。散会，凌云留下。小陈，我知道你心里有想法，但公司不是过家家，你要想服众，必须从底层做起。爸，我明白，我不会让您失望。凌少爷，这几位是各部门负责人，这位是市场部王总，这位是项目部张总。各位前辈好，以后请多关照。关照不敢当，凌少爷是老板的公子，我们哪敢指手画脚？就是，人家背后有千亿女总裁撑腰，咱们这些小喽啰别碍着人家前程。凌少爷，这个项目交给你。城南新城综合体前任负责人做了一半跑了，现在工地停工3个月，施工方堵门讨薪。这个项目的情况我听说过，烂尾了快半年，涉及资金缺口2个亿，怎么做不了？您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哪懂这些脏活累活？赵助理说的对，凌少爷要是觉得难，不如回去找您那位女总裁帮忙，反正您最擅长的就是靠女人嘛。项目我接了。行，有骨气。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个项目要是再黄了，老板脸上可不好看。哼，还真敢接，不知道天高地厚。喂，慕言，听说你接了城南那个烂尾项目，我查过了，资金缺口2个亿，施工方背后还有债务纠纷，你一个人怎么扛？你消息倒是灵通。我担心你。苏氏集团可以注资，我让财务部做方案。慕言，不用，这个项目我想自己来。凌云，这不是逞强的时候，你刚回公司，根基不稳，有人故意整你，你看不出来吗？我看得出来，赵明那几个人就是看我笑话，所以我更不能靠你，我要靠自己证明我不是废物少爷。好，我尊重你，但如果你撑不住了，一定要告诉我。谢谢你，慕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知道，来到了啊。你就是新来的负责人？看着不像啊，穿的比我们还朴素。马哥，我以前跑过外卖，做过代驾，什么苦都吃过。这项目的情况我了解了，核心供应商被对手挖走了，材料断供。你们工人工资也欠了2个月了吧？可不是嘛，兄弟们都等着米下锅呢。这是我找到的几家小建材厂的名单，价格比原来低15%，质量我验过了，没问题。就是需要现结，不能压账期。真的假的？这价格能拿到货？我跟他们老板谈过了，都是以前跑外卖时候认识的。只要你们愿意继续干，工资我保证，这周先发2个月。兄弟，你要是能搞定材料，发上工资，我老马带这帮兄弟给你往死里干。赵助理，你猜那个废物少爷在干什么？干什么？坐在办公室哭鼻子？他亲自跑工地，跑小建材厂，还真让他找到几家愿意供货的。跑外卖认识的小作坊，质量能过关吗？工期能保证吗？让他折腾，到时候出了质量问题，不用我们动手，老板亲自收拾他。也是一个靠女人和家族的废物，还真当自己是商业天才了。等着看吧，不出1个月，他肯定灰溜溜的求他那个女总裁老婆帮忙。若雪是吧？我跟你说，
我虽然离过婚，但条件不差，县城有套房，有辆2手车，月薪8000。你要是跟了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妈，我不想相亲了。你还有脸挑？现在全城谁不知道你那些破事儿？人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可是什么？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被人追着跑的大小姐？你现在就是个笑话。凌云不要你了，你也别想攀高枝了，老老实实嫁人过日子。阿姨说的对，若雪啊，你别嫌我老，我这人实在。你要是同意，彩礼给你8.8万，不少了吧？林总，出事了！那几家小建材厂突然反悔了，说有人给他们施压，不敢供货了。我们这边材料刚够3天用，3天后就得停工。有没有说是谁？他们不肯说，但听着像是惹不起的大人物。林总，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林总，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有人打过招呼了。你们凌氏内部的矛盾，我们这些小作坊惹不起呀。李总，您说的那个人是赵明吧？李总，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我想跟您算一笔账。这是苏氏集团未来3年的建材采购清单，总金额超过8个亿。如果您跟我们签长期合约，凌氏和苏氏的建材供应优先走您的渠道。8个亿？你不是开玩笑？白纸黑字，苏氏集团的法务已经审核过了。赵明能给您什么？撑死了几百万的小单子，还得看他脸色。但凌氏和苏氏联合起来，体量是1000亿级的。李总是聪明人，应该知道动选。行，林总，我跟你签。赵明那边我不伺候了。赵助理，怎么了？那几家建材厂的老板全反悔了，说跟凌云签了长期合约，不接我们这边的单了。怎么可能？他一个废物少爷，拿什么跟人家签？他拿苏氏集团的采购枪单去谈的，1000亿亮亮的单子，谁敢拒绝？那怎么办？这个小崽子还真有几分本事，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城南项目的材料供应问题已经解决，新供应商签约3年，成本降低15%。施工队方面，我们已经谈妥了工资发放方案，下周全面复工，整体进度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资金缺口方面，我已经和3家银行谈妥了过桥贷款，利率低于市场2个点。同时，商业综合体的招商预签约率已达到60%，现金流回正问题不大。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散会。是我，凌云这小子有点难缠，那招没奏效。我知道他比他爹还麻烦，不过没关系，既然明的来不了，就来暗的。城南项目那块地，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盯上了？您的意思是让他先得意几天，等他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再给他致命一击。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配合我。好，我听您的。我被开除了。公司人事说我不符合企业文化，不就是因为网上那些事儿吗？投了30多份简历，全石沉大海。你现在知道我什么感受了？我连门都不敢出。若雪，我们不能就这么认输！我咽不下这口气。凌云现在倒是风光了，凭什么？人家现在是凌氏集团副总裁，苏慕言又是千亿女总裁，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斗？我们不需要跟他们硬碰硬。你手里不是有当年和凌云的合照吗？那些亲密照，还有你们以前的聊天记录。你是说，我们把照片和聊天记录发给营销号，就说凌云婚后还跟你藕断丝连，是个伪君子。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千亿少爷婚后与前女友暧昧不前。可是那些照片都是3年前的了，聊天记录也是以前的。谁管是几年前的？只要发出去，网友就会信。凌云刚办完世纪婚礼，
这时候爆出这种料，他名声肯定臭了，苏慕言脸上也无光。好，就这么办。我把照片和聊天记录发给你，等着看吧。这次一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喂，有料，行，发我邮箱。千亿少爷婚后与前女友搂团丝连，凌氏集团副总裁深陷出轨门。这波流量发了。苏总，您看到新闻了吗？公关部刚给我打电话说全网都在转，热搜已经冲到第3了。看到了，照片和聊天记录都是3年前的，有人故意黑他。那我们要不要发声明澄清？先不急，让法务部查一下，看看是谁放出来的料。好，我马上去办。等等，凌云知道了吗？应该还不知道，我们是监控舆情最早发现的。慕言，你看新闻了吗？那不是真的，照片都是3年前的。我知道，我相信你。我怕你误会。不会，但是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有人在背后搞你，我们必须查清楚是谁。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刚让技术部门查了那些营销号的来源，发现 IP 地址是本地的。本地的，那就有意思了。你查你的，我查我的，看谁先找到幕后黑手。慕言，你听我说，那些照片都是3年前的，那时候我和江若雪还没分手，聊天记录是伪造的，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那些话，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知道，我相信你。你不生气？生什么气？有人故意黑你，我生你的气，不就上了他们的当？你专心工作，这件事我来处理。苏总，热搜已经冲到第1了，评论风向对我们很不利。发声明，把照片的时间撮和原题调出来，证明是旧照。聊天记录请技术团队鉴定造假痕迹，整理成报告。法务部那边已经在准备了，让法务部立刻追查造谣源头，找到第1个发文的营销号，查清楚是谁提供的素材，同时向那个营销发律师函，要求24小时内删文道歉，否则起诉。明白。公关团队已经在联系各大平台降一堵，速度要快，舆论战打的就是时间。是苏总，我马上去办。喂，谁啊？我是苏氏集团法务部的代表。你发布的关于凌云先生的不实信息，已经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我们已保存全部证据，限你1个小时内删除所有相关内容，抱歉将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金额不低于500万元。500万？我就是转载的，不是我原创的。谁提供的素材、姓名、联系方式立刻提供，否则我们直接报警，追究刑事法律责任。是一个女的发给我的，网名叫甜甜不哭，我有她的微信号和转账记录，我马上删文，马上道歉，求你们别告我。苏总，搞定了，营销号已经删文道歉，热搜排名查到了提供材料，是一个叫刘甜们的微信号，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都指向他。刘甜蜜，果然是他。我们要不要报警？报警，太便宜他了。他不是喜欢在网上造谣吗？那就让所有人都看看他是什么货色。把证据整理好，包括他发给营销号的所有素材、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然后联系几家主流媒体，把事实真相完整披露出去。顺便把刘甜甜当年在婚礼上闹事的视频也翻出来，一起发。明白。那江若雪那边呢？江若雪是照片的当事人，但没有证据证明她直接参与了造谣，先放过她，留着她还有用。告诉法务部，这次我不会轻饶，律师函照发，索赔金额定高一点。我要让刘甜甜知道什么叫代价。是。若雪，出大事了！苏慕言那个贱人他起诉我了，诽谤罪，法院传票都寄到我家了。什么？你自己看，还有那个营销号也被告了，他把我供出来了。苏慕言的法务团队说，不仅要赔钱，还要坐牢。刘甜甜，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你不是说删了文就没事了吗？我哪知道苏慕言这么狠，现在怎么办？我不能坐牢啊！你走，这事儿跟我没关系。照片是你发的，聊天记录是你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什么？若雪，你这是要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本来就是你自己干的，我只是把照片发给你，是你非要发出去的，你放屁！当初是谁跟我一起商量说要搞臭凌云的？是谁把照片和聊天记录给我的？现在出事了你就想撇清？我没让你发，是你自己贪心想赚流量，你要坐牢你自己去，别拉我下水！江若雪，我为了你得罪了凌云，丢了工作，现在还要坐牢，你就这么对我？你少在这装好人！当年要不是你怂恿我
我远点！忘恩负义的东西，活该凌云不要你。好，你跟我撇清关系是吧？行，到时候警察来问，我就说是你指使的。咱们走着瞧。陈董，您看到新闻了吗？那2个蠢女人果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早说过了，靠那2个废物搞不垮凌云，还是要我们自己动手。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城南项目那块地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局。凌云不是喜欢查吗？让他查，等他把所有精力都耗在这个项目上，我再给他一个惊喜。那我就等着看好戏了。商场啊，凌云，你以为解决了一个烂尾项目就能站稳对手？从来不是那2个蠢女人。董事长，我代表几位老股东，想就城南项目的负责人问题提一点意见。凌云入职时间太短，缺乏大型项目管理经验。虽然最近项目表面上有起色，但风险出了问题，损害的是整个凌氏的利益。赵助理说的对，董事长，不是我们不信任您儿子，而是商场如战场，不能拿家族感情来赌。我们建议把项目转交给更有经验的人来负责。我复议，凌云毕竟年轻，之前又没有任何商业背景，这么大一个项目交给他，我们作为股东心里不踏实。各位叔叔，能让我说几句吗？你说。反正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这是城南项目3个月前的状态，停工率100%，负债2亿3千万，供应商断供，施工方罢工，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这是项目现在的状态，全面复工，材料供应稳定，施工队24小时轮班，负债缩减到8000万，招商预签约率75%，预计明年6月竣工，利润预期从原来的亏损3000万调整为盈利1亿2千万。这些数据可靠吗？审计报告就在各位面前的文件里，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欢迎随时核查。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人觉得我是靠家族关系进来的，但数据不会说谎。城南项目从接手到现在，我没有动用凌氏任何特殊资源，所有谈判、找供应商、解决资金缺口，都是我一个人跑出来的。你真有这个本事？有没有本事，看结果就知道了。利润预期翻倍，这不是吹出来的，是一单一单谈出来的。凌少爷果然能说会道，不过项目还没结束，现在就谈利润，是不是太早了？赵助理说的对，项目确实还没结束，所以我更需要继续负责下去，亲手把它完成。半途换将才是对项目最大的风险。各位都听到了，还有谁坚持要换负责人？既然没有异议，那就散会。小陈，你留下。爸，怎么了？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关于当年你离家出走之后，江若雪的闺蜜刘甜甜，其实背后有人在指使。我刚收到一些消息，有人从一开始就在针对你和我们凌家。谁？现在还不好说，但你记住，商场上的对手从来不会明着跟你打。赵明今天的发难，背后恐怕没那么简单。我明白了，爸，不管是谁，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小陈，你知道凌氏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吗？宏远集团，陈建新。当年你离家出走，你以为是自己年轻气盛，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那个时候你认识了江若雪？为什么你父母极力反对，你却铁了心要走？爸，您这话什么意思？陈建新从5年前就开始布局，他先是派人接近你，让你认识江若雪，然后一步步引导你跟我们闹翻，离家出走。他要的不是你，是凌氏。您是说我和江若雪认识，是有人安排的？江若雪可能不知道，但她那个闺蜜刘甜甜背后有人指使。婚礼上的闹剧也不是简单的贪财，一切都是为了让凌家颜面尽失，让你父亲我分心，好让他们在暗中收购凌氏的散股。所以我这3年吃过的苦，受过的屈辱，都是陈建新设计的。不只是你，凌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他一直觊觎，现在他手里已经握了15%的散股，加上一些墙头草的股东，他随时可能发起恶意收购。15%，那还差得远。我爸上手里有加起来42%。我和几个老股价被打压，一些小股东动摇，他就能一点点蚕食。爸，我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我相信你，但对手比我们想象的狡猾。赵明今天的发拿，恐怕也是他授意的。凌云，怎么了？声音不太对。慕言，有件事我要告最大的竞争对手宏远集团。凌氏集团在暗中收购散股，准备恶意收购。
陈建新，我听说过这个人，手段很狠。而且，当年我离家出走，背后也是他在操控。他派人接近我，让我认识江若雪，一步逼我跟家里决裂。这个老狐狸，你打算怎么办？我正在想办法。现在资金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要跟他对抗，需要大现金护盘。我帮你，苏氏集团可以作为白衣骑士，注入资金，帮林氏稳住股价。慕言，这太冒险了，万一陈建新连苏氏一起针对，他敢？苏氏不是软柿子，而且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凌云，别跟我见外。谢谢你，慕言。别说谢，明天我让法务和财务团队跟你们对接，我们一起把这只老狐狸打趴下。林总，您让我查的东西有结果了。赵明助理近3年的邮件往来和文件访问记录，我们发现至少有17次。他把林氏的核心投标数据和客户名单发到了一个外部邮箱。能确认接收方是谁吗？ IP 追踪显示，那个外部邮箱的登录地址80%来自宏远集团大厦。果然是他。林总，要不要把证据交给董事长？这是商业间谍罪，够他坐牢的了。不急，现在抓他，只能拔掉一颗棋子。我要的是他背后那个人。您的意思是？先不要声张。从今天开始，我会给赵明一些特别的项目资料，你帮我做个假的访问记录，让他以为那些信息是他偷到的。假情报？您要引蛇出洞？对，他不是喜欢泄密吗？那就让他泄个够，等时机成熟，我再收网。明白，我这就去准备。若雪，我跟你说，县城那家新开的火锅店就是我投资的，1个月流水300多万。你要是跟了我，天天去都行。周浩哥，你真有本事。这算什么？我名下还有一家贸易公司，2套别墅，1辆保时捷。你以前那个男朋友凌云，听说就是个送外卖的，他能跟我比？别提他了，提他我就来气。不提不提。来，我给你带了礼物。限量款，我专门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20多万。这是送给我的？当然，第一次见面总要有点诚意嘛。周浩哥，你真是太好了。那咱们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下周我请你爸妈吃个饭，把婚事定下来。好，好，我回去跟我妈说。怎么样？那个周浩人还行吗？妈，他太有钱了，第一次见面就送了我20多万的爱马仕包，他还有保时捷，有别墅，比凌云强1万倍。真的假的？这么大手笔？当然是真的。他说下周请你们吃饭，把婚事定下来。行，那就好。女儿啊，妈跟你说，这次你可不能再任性了，好好跟人家处，别再闹出什么幺蛾子。妈，你放心，这次我一定抓住机会。陈董，凌云那边最新的城南项目方案我拿到了，他们准备在商业综合体里引入一个高端餐饮品牌，投资3个亿，预计明年10月开业。这个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从他的工作电脑里直接拷贝的。很好，我这边会让宏远提前挖走那个品牌，让他的项目再次烂。陈董高明，凌云那小子还以为自己翻盘了，根本不知道我在盯着他。继续盯着，等我拿下凌氏，少不了你的好处。谢谢陈董。赵明，你看看这个，凌氏城南项目的商业综合体根本没有引进那个高端餐饮品牌，我们宏远花了2个亿挖角，还搭进去违约金，结果人家品牌方根本就没跟凌氏谈过。陈董，不可能，那份资料我是从凌云的电脑里拷贝出来的，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那你自己看看今天的股市，林氏的股价不跌反涨，我们挖空心思布局，反而被套进去3个亿。陈总，我一定是被他骗了。凌云那个小崽子，他故意给我假情报。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传的这个假情报，宏源损失了多少钱？5个亿，5个亿！陈总，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你中了凌云的计了，他早就发现你是内鬼，故意拿假情报钓你。现在你好自为之吧。各位，今天召开临时董事会，是要处理一件公司内部的严重事件。赵明，凌氏集团总裁助理，近3年来利用职务之便向宏远集团泄露凌氏核心商业机密共17次。你血口喷人，我没有。这是证据，每一封邮件的发送时间、IP 地址、接收方清清楚楚。IP 追踪显示，接收方80%来自宏远集团大厦。这真的是赵明的邮箱账号？赵明，你竟然吃里扒外！还有，最近一次我故意放出假情报，赵明照单全收传给了宏远集团，导致宏远做出错误投资决策，损失5个亿。这是宏远股市变动的数据，大家可以看看。所以城南项目的假情报是您故意设的局？没错，我要引蛇出洞，抓出内鬼。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是你先算计凌氏。商业间谍罪，刑法第219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案，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至上7千以下。法务部把人带走，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董事长，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被陈建新逼的。各位叔叔，凌氏是我的家，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凌云，好样的，我们看走眼了。凌家的小崽子，比他爹还难对付。既然这一招不行，那就换个更狠的。凌云，你以为赢了？游戏才刚刚开始。给我查，凌云身边还有什么人可以利用？江若雪那个蠢女人，还有她那个赌鬼新男友，都给我盯紧了。是，陈总。凌云，我要让你知道，跟我陈建氏作对是什么下场。经过董事会一致决议，正式任命凌云为凌氏集团副总裁，全面分管地产板块和投资业务。凌总年轻有为，实至名归。城南项目做得漂亮，我们都服气。谢谢各位前辈的信任，我会继续努力，不负众望。慕言，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升任副总裁，这是我让意大利师傅手工定制的，试试看合不合身。慕言，你总是想得这么周到。你值得最好的，穿上它，让所有人都看看凌氏集团的副总裁是什么气场。慕言，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傻瓜，我们是夫妻，说什么谢？对了，晚上我订了餐厅给你庆祝。好，听你的。陈董，凌氏那边正式任命凌云为副总裁了，现在公司上下对他评价很高。一个毛头小子，还真以为自己站稳脚跟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赵明已经被抓了，我们损失了5个亿。赵明那个废物死了也不可惜，我早就准备好了后手。
你去联系鼎盛、华通、远洋3家的老板，请他们明天来宏远开会。3家中型企业，你要跟他们合作？凌氏最大的利润来源是地产板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凌氏在南方有3个在建项目，资金链绷得很紧。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同时在这些项目上做文章，就能让凌氏的地产块全线崩溃。高明，凌云再厉害也分身乏术。他爹当年都斗不过我，何况是他？去办吧。你好，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可能永远不会寄出去。大一篮球会那天，你穿着白色球衣投进绝杀球，全场都在喊你的名字。我站在人群里，心跳得好快。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你了。后来你有了女朋友，我就把这份喜欢藏起来了。但我想对你好，又怕你发现，所以我匿名帮你打点外卖站点，替你解决工伤纠纷，为你摆平代驾的麻烦。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些事，没关系。只要你过得幸福就好。凌云，你怎么来了？这是什么？慕言，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告诉你又怎样？那时候你心里只有江若雪。我不想让你为难，所以你就默默帮我，匿名注资我的外卖站点，帮我解决工伤纠纷，替我摆平代驾的麻烦。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回报，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哪怕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你怎么这么傻？是啊，我就是傻，从大一篮球赛那天就傻了。你投进绝杀球，全场都在喊你的名字，只有我在喊你的名字的时候，把自己喊进去了。我不需要你愧疚，也不需要你感谢。现在你能在我身边，我已经很满足了。慕言，对不起，让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不用对不起。从今以后，我心里只有你，再也没有别人。凌云，以前是你保护我，以后换我保护你一辈子。林总，3天之内，我们在南方3个城市的项目同时被恶意压价，对方每次报价都比我们低5%，精准卡在我们成本线以下。已经算过了，如果跟价，3个项目合计亏损超过8000万；如果不跟，丢了市场，损失更大。查到对方是谁了吗？宏远集团牵头，联合鼎盛、华通、远洋3家中型企业。但奇怪的是，这几家公司的资金实力撑不起这种压价战。什么意思？我们调了他们的财报和融资记录，发现近期有大笔资金从境外流入，数额远超他们正常的融资能力，背后应该有人撑腰。境外资本，查清楚来源了吗？还在查，对方用了多层壳公司，路径很复杂。慕言，我需要你帮忙。说，陈建新联合3家公司恶意压价我们的地产项目，背后疑似有境外资本注入。苏氏的情报网络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资金源头？3天之内给你答案。苏总，我已经通知情报团队开始追查了，对方的资金链确实有问题，香港和新加坡的几家离岸账户都在给那3家公司输血。3天太长了，让他们加班，24小时内我要知道是谁在背后。是，苏总，您怀疑是陈建新？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背后一定还有人。各位，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陈建新联合3家公司在境外资本的支持下，对我们地产板块发起全面进攻。过去1周，我们已经损失了4000万，如果继续跟价，损失可能超过2个亿。林总，那我们怎么办？放弃吗？放弃？
那正好中了他们的计。他们就是想逼我们退出南方市场。我已经让情报团队查到了境外资金的大致路径，源头指向一个叫林正阳的人，他的资本通过香港、新加坡、开莫群岛3层壳公司，最终流入那3家企业。林正元，你确定？爸，您认识这个人？苏总查到了，境外资金的实际控制人叫林正阳，他和您父亲当年是合伙人，后来因为商业纠纷反目，林正阳远走海外。这个人和苏家有旧怨。林正阳，是他？苏总，您没事吧？没事，通知凌云，我有重要消息要当面告诉他。林正阳到底是谁？我父亲当年的合伙人，20年前他们一起创办了苏氏集团的前身，后来因为一个重大项目的利益分配问题，两人彻底翻脸。林正阳输了，净身出户，远走海外。所以他这次回来，不只是冲着林氏。对，他的目标是我，是苏家。林氏只是他用来打击我的跳板。他和陈建新联手，一个负责国内战场，一个提供境外资金。他们要的是苏家和林氏一起倒。慕言，别怕，我们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不怕，我只是没想到20年前的恩怨，他到现在还放不下。既然他放不下，那就让他彻底死心。我负责国内战场，把陈建新的联盟打垮。你负责切断林正元的境外资金通道，双管齐下，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战略头脑了？跟你学的。陈董，林氏那边已经乱了，南方3个项目，2个停工，1个在硬撑，他们的股价1周跌了12%。还不够，让鼎盛他们继续压价，我倒要看看林家那个小崽子能撑多久。是，对了，林先生那边来电话说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可以打持久战。告诉林先生合作愉快，等林氏和苏氏都倒下了，南方市场就是我们2家平分。林正远的境外资金主要通过哪几个渠道流入？主要是香港的3个离岸账户和新加坡的1个信托基金。我们查到了他们在境内的几家影子公司，全是空壳。冻结，通过国际司法协助渠道向香港和新加坡法院申请资产冻结令。苏总，这个流程至少需要3个月。那就用苏氏在海外的律所资源，走紧急通道。钱不是问题，我要的是速度。明白，我马上去办。凌云那边怎么样了？林总已经连夜赶去南方了，亲自坐镇谈判。他说让您放心，国内战场交给他。凌云，你给我出来！你不能这么对我！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你不能不认账！凌云，你出来！这不是之前新闻上那个？就是他，婚礼上闹事的那个。他说孩子是凌云的，真的假的？凌云，你当初宠爱我一辈子，现在有了女总裁就不要我了！你还算个男人吗？凌云，你没良心！我真心悔婚前我怀了你的孩子，你连看都不来看一眼，大家评评理呀！这女的说的真的假的？豪门恩棍，谁知道呢？凌云，你终于肯出来了！你看看我的肚子，这是你的孩子，你必须负责！江若雪，我们婚礼当天就已经断绝关系，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你胡说，就是你！你不认账！各位媒体，李世金3个月的行动记录和医院产检报告都在这里。他于2个月前与一名叫周浩的男子同居，胎儿周数为11周，而他与凌云的婚礼发生在3个月前，时间线对不上，这个孩子跟凌云没有任何关系。你造假，那些都是假的。这是你家楼下的监控，上面清楚拍到你与周浩出入的画面，要不要请周浩本人来对质？原来是来讹钱的，真不要脸！
你个贱人，拿老子的种去讹别人的钱，你当我死了是吧？周浩，你打我！打你怎么了？啊！老子养着你，给你吃，给你穿，你倒好，想拿我的孩子去骗别的男人的钱，你要不要脸？你们都欺负我！走，跟我回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林总、苏总，查清楚了，江若雪这次闹事背后是陈建新授意的，他让人给江若雪转了50万，叫她来林氏大厦门口闹，还提前通知了媒体。50万，陈建新还真是舍得下本钱。他这是想制造舆论危机，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疲于应付丑闻，没精力应对他的商业进攻。看来你这位前女友已经彻底被他当枪使了。他从来都是被人利用的命，先是刘甜甜，现在又是陈建新。陈建新的手段越来越下错了，正好我们趁这个机会一网打尽。破局计划可以正式启动。林总，车已经安排好了，先去哪一站？先去鼎盛集团中标的那个地块，我要实地看看他们的项目资质。林总，我查过了，鼎盛这个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和环保报告都有问题，他们提交给政府的资质文件和实际情况对不上。继续拍，还有华通和远洋的项目，一个都不要漏。我要的是完整的证据链。明白。苏总，香港法院那边批了林正阳的1笔2亿美金的境外资金被成功冻结，他的资金链已经开始出问题了。林正阳以为躲在海外我就动不了他，让他尝尝资金链断裂的滋味。接下来怎么办？继续追查他其他的资金渠道，我要一条一条的给他切断，直到他在境内没有1分钱可用。是。慕言，我这边证据收集的差不多了。鼎盛、华通、远洋3个项目都存在严重的资质造假问题，一旦曝光，他们不仅丢标，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这边也切断了林正阳1条2亿美金的资金链，陈建新的联盟撑不了多久了。慕言，陈建新约我见面，说想谈谈。谈判？他这是不管他什么算盘，我去会会他。我陪你去。你继续切断他的境外资金，国内的事情我来处理。小心。放心，我不会让他得逞的。林总，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南方地产板块你们林氏让出来，我可以保证宏远未来3年不碰北方市场，大家各赚各的钱，和气生财。陈董，林氏的东西1寸都不会让。您如果想合作，我们可以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谈，但想让我退出，不可能。年轻人别太自信，你以为赢了一局就稳操胜券了？商场的路还长，摔跟头的时候在后面。陈董，您为了对付林氏，联合3家企业恶意压价，又找人在我公司门口闹事，这些手段都用尽了，现在来跟我谈合作，您觉得我会信吗？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林氏的地产板块，我要定了。那就走着瞧吧。陈董，告辞。林总，您的车有问题，我们刚才例行检查，发现刹车油管被人为割裂，轮胎上也扎了钉子。能查出来是谁干的吗？停车场监控刚好坏了，但能做到这件事的，不会是普通人。林总，我开另一辆车送您回去，这辆车我已经通知拖车公司了。陈建新，你这是在玩火！你没事吧？我听保镖说了，车被人动了手脚。没事儿，保镖提前检查了，我没碰那辆车。陈建新这是在玩火，商业竞争归商业竞争，他敢动你的人身安全，我饶不了他。慕言，别急，我没事儿。但他这一招反而暴露了他的底牌，他开始急了。我不管他急不急，敢动你就是动我，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我已经有对策了，你在境外切断林公园的资金，我在国内收拾他的联盟，双管齐下，很快就会有结果。好，
但我有个条件，从现在开始，你的车和出行全部由苏氏的安保团队负责。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发生。听你的。都准备好了吗？苏总，3家权威财经媒体都已经确认发稿，证据材料包括鼎盛、华通、远洋3家的施工许可证造假、环评报告伪造、招窗变检淬改，全部都有第三方机构的鉴定报告。发，今天下午3点同时发布。苏总，这样一来，对方肯定会狗急跳墙。就是要他们狗急跳墙。凌云那边已经准备好了，等着他们自乱阵脚。通知凌云，网要收了。林总，新闻发了，3篇文章同时上线，阅读量已经破100万。政府那边也收到举报材料了，3个城市的住建部门都表示要立即叫停涉事项目进行审查。陈建新的联盟撑不了多久了，鼎盛和华通那2家之前是靠林正阳的资金在撑，现在资金链断了，项目又被叫停，他们第一个扛不住。林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等他们来找我谈。凌总，我们之前是受了陈建新的蛊惑，一时糊涂，您大人大量，放我们一马。对，我们愿意退出联盟，再也不跟凌氏作对了。两位，你们恶意压价让我损失了几千万，现在说一句退出就想完事儿？凌总，您说条件，只要我们能办到的，绝不含糊。把你们在南方市场的2个项目转给凌氏，价格按成本价算。行，我们答应。合作愉快，从今以后，2位就是我凌云的朋友。只要你们不背后捅刀子，凌氏也不会亏待你们。陈董，鼎盛和华通那边发声明了，公开道歉，还把2个项目转给了凌氏，联盟已经散了。废物，一群废物！陈董，还有件事儿，林先生那边来电话了，说他要亲自回国。林正阳要回来？是，他说国内的事儿他亲自处理，让您准备接机。知道了，去安排。慕言，10几年没见你长这么大了，你父亲身体还好吧？林叔叔，有话直说，您千里迢迢从海外回来，不是为了跟我叙旧吧？你父亲当年是怎么起家的，你应该比我清楚。那笔旧账，你以为没人记得？林叔叔，您说的那笔旧账我听说过，但据我所知，那笔交易当年已经过死鉴定，完全合法。您拿这个说事，翻不出什么花来。合法？你父亲当年抢走我的项目，逼我净身出户，这叫合法？慕言，我劝你回去跟你父亲商量一下，主动让出苏氏30%的股份，我可以考虑不把那些材料公开。林叔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苏氏的事不劳您操心。您要是觉得有什么材料能翻案，尽管去公开，我们法庭上见。慕言，怎么了？没事，只是他提起了我爸当年的事，那些陈年旧账，我以为早就翻篇了。不管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扛。林正阳想翻旧账，我们就陪他翻。证据、法律、舆论，我们一样都不怕。你知道吗？刚才在里面我一点都不怕，但一上车看到你，反而有点绷不住了。那就别绷着，在我面前，你不需要坚强。苏总，林正元把材料捅给了3家财经媒体，虽然是断章取义，但舆论已经开始发酵了。苏氏股价开盘下跌5%，还在继续往下走。苏总，我们查过了，林正阳公开的那份材料是当年那笔交易的内部审批文件，但他只截取了其中一部分，故意隐瞒了后面的法律线书和私词鉴定报告。完整的证据链我们都有，把完整的证据链整理出来，今天之内召开发布会，同时向证监部门提交澄清报告，要求对造谣者追责。明白。另外，通知我父亲，今晚召开家族会议，所有股东必须到场。各位叔叔伯伯，关于网上流传的那份材料，我已经让法务团队查清楚了，对方断章取义，故意抹黑。这是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当年的法律验信书、司法鉴定报告以及法院的终审判决书。那笔交易
完全合法。慕言，话虽这么说，但股价已经跌了5%了，市场不信解释，只信结果。所以我们要用结果说话。林氏那边已经发了联合声明，力挺苏氏，两家加起来1000亿的体量，足以稳住市场。慕言，你爸只手去做。谢谢爸，请给我3天时间，3天之内我让股价回到原点。林总，声明已经发了，各大媒体都在转载，苏氏的股价已经停止下跌，开始小幅回升。很好。另外，把我之前准备的那份关于林正明境外资金违规操作的举报材料，通过渠道递交给监管部门。明白。林总，您是打算双管齐下？他打舆论战，我就打法律战，看谁先撑不住。苏慕言，你毁了我的生活，我也要你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今日网上出现的关于苏慕言女士大学时期的不实信息，已有多位知情人士出面澄清。据记者调查，发帖人刘某某此前曾因诽谤罪被起诉，目前正在取保候审期间。苏总，您的大学同学们太给力了，现在全网都在骂刘甜甜，热搜已经完全翻转了。替我谢谢他们，改天请同学们吃饭。喂，慕言，看到网上的消息了吗？你那些同学真的挺你。看到了，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愿意站出来。因为你值得。对了，刘甜甜那边我已经让律师追加起诉了，诽谤罪、寻衅滋事，数罪并罚，够他喝一壶。交给你处理。你就是刘甜甜。老陈让我照顾你几天，住可以，别乱翻东西，别到处打电话。谢谢姐姐，我就住几天，等风头过了马上走。老陈说你是个惹事精，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还真是，网上都是你的新闻。林总，查到了，刘甜甜躲在陈建新情妇的公寓里，陈建新通过江若血联系上了刘甜甜，前后给了她80多万，让她在网上造谣抹黑苏总。也就是说，从婚礼闹剧到造谣诽谤，陈建新一直是幕后黑手。没错，
我们整理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还有刘甜甜和周浩、江若雪的往来凭证，足够证明陈建新操纵舆论攻击。先别动，让他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您的意思是？钓鱼，等他露出更大的破绽，再一网打尽。陈建新这是要把自己玩进去，操纵舆论、商业间谍、恶意竞标，哪一条都够他喝一壶。他还不止这些，我收到消息，他正在联络林氏的小股东，想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发难。他想罢免你父亲？对，他手里已经有15%的散股，加上一些墙头草，凑够25%不是难事。你打算怎么办？我已经在安排拜访那些小股东了。至于陈建新，让他先得意几天，等他觉得胜权在握的时候，我们再出手。林总，您找我什么事儿？王叔，我听说有人找您收购林氏的股份。这是有这么回事儿。宏远的陈董开了个不错的价。王叔，您跟了我父亲20年，林氏对您怎么样？董事长对我很好，可是什么？陈建新给您的是一次性的钱，林氏给您的是长久的收益。您看看城南项目的数据，林氏今年利润翻了1倍，未来3年我们的地产板块还要扩张，您的股份只会越来越值钱。林总，您说的对，我不卖了。林总已经拜访了12个小股东，11个答应不卖股份，只有老张那边还在犹豫。老张，他不是一直跟我父亲关系很好吗？他儿子做生意亏了钱，急需用钱周转，陈建新给他开了个高价，他有点动心。去老张家。现在，张叔，您有什么难处跟我说。林总，我儿子做生意亏了300万，债主天天上门。陈建新给我开价500万买我的股份，张叔，这是1000万，不是买您的股份，是借给您，等您儿子生意缓过来了再还我。林总，您跟了我父亲20年，这点忙我应该帮，股份您留着，还要靠各位老股东撑腰。林总，您放心，股东大会那天，我这一票谁也别想抢走。会议开始，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董事会工作报告。我提议先进行一项临时动议，罢免现任董事长凌子强的职务。陈董，您有什么理由？理由？凌氏集团近3年业绩下滑，股价低迷，董事长管理不力，应该换人。我手里握着20%的投票权，加上在座各位的支持，够了吧？在投票之前，我想请各位看几段视频。是陈建新指使我泄露凌氏商业机密的，他答应事成之后给我2000万。陈建新恶意竞标、商业间谍、操纵舆论攻击，这些证据我已经全部提交给证监会和公安机关。陈建新，你太卑鄙了！我们支持林董事长罢免动议，我们反对。现在进行表决，同意罢免林国强董事长职务的，请举手；反对罢免的，请举手。陈董，请留步。凌云，你别得意，今天的事儿不算完。陈董，这只是开始，你欠林家的，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商业间谍、恶意竞标、操纵舆论，还有在我车上动手脚，每一笔我都记着。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陈董，法庭上见。
林正阳那边怎么说？林先生说资金已经到位，2亿美金随时可以动用。他说这一次要跟您联手，把林氏和苏氏一起打垮。告诉林正阳，我同意了。林氏的核心业产能源商业综合体全线压价倾销，我要让他们半年之内没有利润可赚。陈董，这样我们自己也扛不住啊！扛不住，只要把林氏拖垮，南方市场就是我们的，怕什么？林总，宏远联合鼎盛、华通在我们3个核心业务领域同时压价倾销，地产板块利润率下降了40%，能源板块被抢了2个大客户，商业综合体的招商也遇到了阻击。照这个速度，下个季度的利润会比预期减少60%以上。他们这是孤注一掷了，压价倾销是七伤拳，伤敌1000自损800，他们撑不了多久。可是林总，我们这边的现金流也撑不了太久，如果连续2个季度亏损，银行那边可能会收紧贷款。稳住，先把能砍的成本全部砍掉，非核心项目暂时搁置，集中资源保住地产和能源2个核心板块，其他事儿我来想办法。妈，怎么了？你爸他突然胸口疼，刚才叫了救护车，已经送去医院了。爸，您怎么样？林先生是长期劳累导致的心脏问题，需要静养至少3个月，不能再操劳了，否则有生命危险。小陈，集团的事儿交给你了，我相信你。爸，您放心养病，集团有我在，不会出事的。爸，您放心，有我在，凌云不是一个人，我们夫妻一起扛。慕言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通知所有核心高管，明天早上8点，大会议室开紧急会议。林总，人齐了。各位，董事长身体抱恙，需要静养3个月。从今天起，集团一切事务由我暂代。我知道最近宏远联合林正阳对我们发起了全面商战，很多人都在担心林氏能不能撑过去。我今天叫大家来，不是来讨论能不能撑过去的，我是来宣布反击计划的。第一，地产板块，宏远在南方3个城市的压价我们不要跟，把资源集中到北方和中部，那里他们还没有布局。我们已经和俄罗斯一家能源公司谈好了长期合约，价格比宏远低20%。第三，商业综合体，苏氏集团将注资50亿，与我们联合开发3个新项目。林总，这些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现在，今天下午，各板块负责人到我办公室领任务，3天之内我要看到方案，1周之内全面启动。爸妈，我让厨房炖了汤，您喝点。慕言，集团那边怎么样？凌云在开高管会，您放心，他的反击计划很周全，宏远的压价战撑不了多久。慕言，凌云能娶到你，真是我们林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妈，您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从今天起，亏损的业务线全部砍掉，能源、地产、商业综合体保留，其他非核心项目暂停。林总，那人员怎么安置？内部转岗，优先安排到核心板块。通知人事部1周内完成调整方案。这是市政府重点扶持的科技园区项目，总投资200亿。我已经和市长谈过了，凌氏是唯一入围的民营企业，苏氏集团也会注资50亿，联合开发。这个赛道宏远还没有涉足，我们有机会抢占先机。没错，我们要用这个项目打开新的利润增长点。散会。苏总，科技园区项目的注资方案已经做好了，50亿分3期到位。好，另外通知法务部，跟凌氏的合作协议要加一条独独条款，这个项目只能我们2家做，明白？林总，科技园区的合同已经准备好了，政府那边下周举行签约仪式。陈董那边有什么动静？他还在做地产压价，但资金链已经有点吃紧了。听说他联盟里最后一家企业也在犹豫要不要退出。让他继续，等他资金链彻底崩了，我们再收网。看什么看？拿个饭都拿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周浩，我不想过了，我们离婚吧。离婚？你敢？
你敢离婚，我就把你婚礼上那些丑事再吵一遍，让你全家都抬不起头。哼！若雪又被打了吧？电话都不接。我打听过了，周浩在外面欠了赌债，拿若雪出气。我想去接他回来，可若雪说周浩威胁他要曝光丑事儿。咱们家的生意也快做不下去了，客户一听是咱们家，都不愿意合作。怪我当年没拦住他。女士，这里不能靠近。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刚才在大厦门口，我看到江若雪了。听说她嫁给了周浩，日子不好过。她父母的小生意也快黄了。让人转告他，好自为之，别再闹了。我想帮帮她父母。我们公司有些小渠道的生意，可以介绍给他们做。他当年那么对你，你不恨他？恨过，但现在不恨了。他也是个可怜人。你心太善了。陈董，鼎盛那边也退出了，联盟只剩我们一家了，资金还能撑多久？最多2个月。林氏那边开辟了新赛道，科技园区项目政府扶持，我们的压价对他们影响越来越小。林正阳呢？他不是说有王牌吗？林先生说，后天会给您一个惊喜。动作快点，明天一早我们就走。林总，出事了！首席技术官带着整个核心研发团队跳槽了，带走了我们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技术方案。是吗？人什么时候走的？今天早上，直接去了林正阳新成立的公司。那套方案我早就换了。什么？3个月前我就让技术官做了一套第2套备用方案，真正的核心技术一直在我手里。林总，您是说林正阳花大价钱挖走的人，带走的是我故意放出的假方案？他以为捡到了宝，其实上了当。高明，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外宣布林氏遭遇技术团队叛桥，研发受阻，示弱，让他们加大投入。苏总，林总那边说技术团队被挖走了。那是他故意放的假消息，你也配合演一下，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忧虑。明白。你确定林正阳会上当？他太想赢了，只要看到我们示弱，他就会把最后的资金全部投进去。那我们要加速研发了。对，真正的方案3个月内出成果，到时候林正阳和陈建信的资金链刚好崩盘。刘甜甜，法院判你赔偿苏慕言女士80万精神损费，你认罚吗？
新来的，手脚快点。今天的砖搬不完，扣半天工资。林总，刘天面的案子判了，赔偿80万。他没钱，法院正在强制执行。他现在在工地搬砖。自作自受。林正阳那边已经开始用挖区的团队研发新技术了，据说投入了3个亿。让他投，等他把最后1分钱都砸进去，我们再把真正的技术亮出来。你们俩最近太累了，要注意身体。妈，您放心，再过2个月事情就了结了。你爸身体好多了，医生说再养1个月就能出院。等爸出院，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我下厨，你还会做饭？学着呢。大家快看，这不是网上那个刘甜甜吗？当年婚礼上泼人家茶水、造谣诽谤那个，现在在工地搬砖。别拍了，删掉！已经发网上了，评论区都炸了，全在骂你。这就是作妖的下场，活该！别哭了，要哭回家哭，别耽误干活。今天的砖搬不完，扣半天工资。陈董，凌氏的技术团队已经被我挖空了，他们的研发至少断档2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必须大举进攻，抢占市场。你确定凌云没有后手？确定，他那个技术总监是我的人，走之前把核心数据都带出来。凌氏现在就是纸老虎。那就干，把全部流动资金都投进去，这次一定要把凌氏打垮。林总，陈董和林正阳把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砸进了新项目，他们以为我们技术断线，正在大肆扩张。让他们投，等他们把最后1分钱都砸进去，我们再收网。好，我知道了。通知技术部，准备发布会。凌氏的新技术刚刚通过了国家级认证，专家组给的评语是领先行业整整1代。各位，凌氏新一代技术今天正式发布，我们的技术效率提升40%，成本降低30%，经国家级权威机构认证。这项技术领先行业整整3年。某些公司花巨资从凌氏挖走的所谓核心技术，不过是我们淘汰的备用方案，技术指标落后至少3年，投入市场的第1天就已经是废纸。你不是说凌氏技术断电了吗？你不是说凌云没有后手了吗？我也没想到那小子这么阴，他故意让我挖走假团队，自己藏着真技术。我们的全部流动资金都投进去了，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代表凌氏集团正式宣布，对所有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我们将追究法律责任，绝不姑息。不管涉及任何人、任何企业，我们都会一查到底。林总，3家投资方都打电话来了，要求立即撤资。他们说我们的技术方案已经成了废纸，不愿意再投1分钱。跟他们说，再给我3个月，我能翻盘。他们说等不了了，银行那边也来电话了，要求提前偿还贷款。公司账上的现金只够撑2周。凌云，这个小崽子，他算计我！喂，陈总，我这边撑不住了，你得再给我投2个亿，不然我们都得完蛋。 2个亿？
林正言，你当我开银行的？我自己的资金链都快断了。凌云在物流板块对我发起价格战，我的利润已经腰斩了。那是你的事儿。当初你拉我入伙的时候怎么说的？现在翻脸不认人。我翻脸是你自己无能，挖个技术团队都能被人骗，还好意思找我要钱？陈建新，你别把责任都推给我。要不是你觉得是我搞什么压下胶，不会把全部资金打。你跟我吵有什么用？我1分钱都没有了。林总，林正阳那边资金链彻底断了，投资人全部撤资。陈建新拒绝了他，听说两人在电话里吵了一架，联盟已经破裂。该我们出手了。通知市场部、财务部，明天早上开会。陈建新的物流板块是他最赚钱的业务，我要从这里开刀，一刀一刀割到他倒下。明白。苏总那边要通知吗？通知。这次反击，凌氏和苏氏一起上。我要让陈建明知道，什么叫做代价。陈建新的宏远集团40%的利润来自物流板块，我们要从这里开刀。苏氏的物流资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把阳价压低20%，同时切断它和几家关键运输公司的合作。好，价格战打起来，它的利润撑不过2个月。林总，供应链那边也安排好了，几家核心供应商已经同意转投我们。陈董那边至少会断掉3条线。执行，1周之内，我要看到效果。陈董，物流板块这个月亏损了2000万，凌氏和苏氏联手压价，我们的客户被抢走了大半，还有3条供应链断了。供应商说他们已经和凌氏签了独家协议。废物，一群废物！陈董，再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3个月，好几个项目都停摆了，工人在闹事，要不要考虑抛售一些资产回笼资金？把城南和城东那2个项目挂出去卖了吧，虽然亏点儿，但至少能缓一口气。陈董，凌氏那边刚刚报价了，比市场价低30%，说要收购那2个项目。凌云，他这是趁火打劫！陈建新呢？让他给我滚出来！你怎么来了？你养狐狸精的事儿我全知道了，这是证据，这是证据！陈建新，我要离婚分家产，你别想好过！回家说，别在这儿闹。大家都看看，这就是你们的董事长在我们养女人，花公司的钱，公司快倒闭了，他还在那不二吗？要是我们跟我说，要是我还我儿子。林正阳先生，您的护照被冻结了，不能出境。什么？谁冻结的？公安机关，您涉嫌商业间谍罪，被限制出境，请您配合调查。不可能，你们搞错了，我是合法商人。系统显示限制令已生效，您可以联系律师，请退后。咱们2家是世交，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愿意把海外资产分1半给苏氏，咱们既往不咎。林叔叔，当年你为了夺权陷害我父亲，逼他签下不平等的股权协议，让他差点坐牢，这些事你以为我忘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过去的事，你回来后联合陈建新对付林氏，对付苏家，这叫过去的。叔叔，法律会给你公正的判决。你以为你当年做的事天衣无缝？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收集证据。这是你当年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这是你贿赂苏氏高管的银行流水，这是你盗取苏氏核心客户名单的证据，每一份都有签字和公证。这些是假的，是不是假的？相关部门会鉴定。这些证据我已经同步提交给了经侦部门。林叔叔，你等着接受法律的审判吧。你早就准备好了。从你回国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你回来不怀好意，我等的就是今天。送客。慕言，你不能这样对我！慕言，说完了。说完了。
他这辈子别想出来了。这些年辛苦你了。不辛苦，值得。总监，这数据假的太明显了，审计那边能过吗？不过也得过。陈董说了，这次贷款要是批不下来，公司就完了。你不想失业吧？林总，线人传回来的消息，陈董伪造财务报表，数据虚增了40%，正在向银行申请2亿贷款。让他办，等他把所有手续都办完，我们再出手。明白。等贷款到账，他就坐实了金融诈骗。他要的不是贷款，是时间。我偏不给他时间。贷款批下来了，好，太好了！陈董，不好了，经侦部门来人了，说要调查您涉嫌金融诈诈。陈建新先生，你涉嫌伪造财务数据骗取银行贷款，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凌云，你赢了。陈董，我说过，你欠凌家的，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这只是开始。陈董，这不是输赢的问题，是你自己选的路。宏远集团的破产清算程序已经启动了，凌氏收购了他们的核心资产，价格比市场价低了1半。够了，陈建新欠凌家的不止这些。凌云，还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当年是谁挑拨你和父母关系的？我查到了。谁？也是陈建新。他通过中间人传话，说你父母看不起江若雪，说你父母在外面说你没出息，那些话大部分都是他编造的，目的就是让你和家里决裂，好让他趁虚而入。所以，我这3年吃的苦、受的罪，源头都在他。对，但现在他付出代价了。去医院，我要跟爸谈谈。爸，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怎么了？是不是公司出事了？不是，爸，当年我离家出走，是因为有人挑拨。陈建新故意让人传话，说你们看不起若雪，说你们觉得我没出息。我那时候年轻，信了。你说什么？那些话大部分都是他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父子反目，他好趁虚而入。爸，对不起，当年我不该不听您的话。傻孩子，这些年爸也有错，我太强势了，不该逼你。你们2个都别说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爸，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这个家。好，爸相信你。林先生，您恢复得很好，记住不要过度劳累，定期复查。谢谢医生。小陈，我决定了，下周1召开董事会，正式把董事长的位置传给你。爸，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不急。我考虑很久了，这段时间你做得很好，比我强，集团交给你，我放心。慕言，以后凌云就靠你多照顾了。妈，爸，我不会让您失望的。下面有请凌氏集团新任董事长凌云先生发表就职演讲。各位来宾，感谢大家今天来见证凌氏集团的交接仪式。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我的妻子苏慕言。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她没有嫌弃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一直站在我身边。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凌云。
凌氏集团从今天起将开启新的篇章，我会用行动证明不负大家的信任。女士，您不能跪在这里，请起来。我要见凌云，求求你们让我见他一面。江慕言女士，林总让我转告您一句话，他说您的人生是您自己选的，他帮不了您，请您离开，不要再来了。若雪，你怎么了？他又打你了？妈，我报警了，他被抓了，我再也不回去了。你个畜生！当初我就说那人不是好东西。都怪那个刘甜甜，要不是她当年在婚礼上撺掇你要彩礼、要改口费，你早就跟凌云好好过日子了，哪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方？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慕言，怎么了？不舒服吗？没事，有点头晕，可能是太累了。走，去医院，现在就去。真的没事，不用大惊小怪。不行，必须去检查。林先生、苏女士，恭喜你们！苏女士怀孕了6周，胎儿一切正常，很健康。你说什么？怀孕？对，林先生要做爸爸了。慕言，我们有孩子了。傻瓜，哭什么？谢谢医生，谢谢。好好养胎，定期产检，前3个月要注意休息。怎么了？慕言哪里不舒服？爸妈，苏爸，慕言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好！慕言，爸为你高兴。我去炖汤，慕言想吃什么，妈给你做。妈，不用这么麻烦。不麻烦，你等着。慢点喝汤。凌云，我只是怀孕了，又不是生病了，你不用这样。不行，医生说前3个月要小心。从今天起，外面的应酬都推掉，每天准时回家。那公司怎么办？我培养了团队，他们能处理好。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孩子。凌云，谢谢你。是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一个家，给我一个孩子。我要写一封举报信。陈建新还有一笔隐藏的黑账，3000万的境外洗钱。这件事没在之前的案子里，你帮我转交给办案机关，我主动交代，能不能争取减刑？陈建新，林正阳举报你，还有一笔3000万的境外洗钱，我们已经查实。另外，早年你通过非法手段侵吞7家中小企业的资产，受害者的证词和账目证据已经全部到位。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认。签字吧，等待法院判决。不该招惹林家，不该招惹那个小崽子。林总，陈建新案件曝光后，当年被他侵害的中小企业主纷纷感谢您，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法律，是正义，迟到但不会缺席。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林总，当年陈建新吞了我们的厂子，我们告了3年都没用。要不是您配合调查提供证据，我们这辈子都讨不回公道。谢谢您。您客气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林氏帮忙的，尽管开口。苏总，您对林总今天的表现有什么评价？我老公一直都这么帅。苏慕言非常的到凌云未成年对象和郑和判的比对。我才是那个最该受到惩罚的人。
小陈，别转了，转得我头晕。妈，我坐不住。慕言身体好，没事的，你放心。家属别急，产妇情况很好，宫口已经开全了。生了，生了！我要当爸爸了，是个男孩，母子平安。慕言，你辛苦了。谢谢你，在我最狼狈的时候选择了我。哎呀，我的大孙子长得真像小陈小时候。让我抱抱，让我抱抱。爷爷的大孙子。苏爸，谢谢您把慕言培养的这么好。是慕言有眼光，选了你。对不起你，没能给你一个好的家。谁能想到啊，当年婚礼上那一幕，仿佛就在昨天，伴娘泼水，临时加彩礼，乱成一锅粥。现在人家孩子都满月了，恩恩爱爱。就是，当年谁能想到凌云是凌氏集团的公子，苏慕言是苏氏集团的总裁？太低调了，人家这叫真爱。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儿子的满月宴，更感谢所有人见证了我从最低谷走到今天。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苏慕言，在我最落魄、一无所有的时候，她单膝跪地，说她不嫌我穷，她只要我这个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凌云。是你自己争气。还有一件事，我要借着今天这个场合，正式宣布，灵苏联合集团即将启动一个超级项目，涵盖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3大领域，总投资500亿。我们的目标，3年内打造1000亿产业生态圈。这一杯，敬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敬未来。你说我们以后会怎样？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不管风雨多大，有我在。我相信你。他长大了，一定会以爸爸妈妈为骄傲。会的。